我知道苏大人在市委司有熟人，想请苏大人帮个忙。今晚丑时，把城门外所有的士兵全部撤走。当初安插宫女一事，苏某已经给足了面子，今天这忙，我可帮不了。苏大人现在说，未免太早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不知道苏大人是否记得，当年南宫玉是怎么死的？看来苏大人记性不太好，那我就来帮大人回忆回忆。当年南宫玉死在玄彬的手下，就是因为大人的贪生怕死，没有及时救驾。你新侍卫一派胡言，竟然用异象之事威胁本将。这威胁谈不上，顶多算是个交易吧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当年所有人都在战场上护驾，只有您苏大人偷偷地爬到了树上，为了保命，而且南宫玉就眼睁睁地死在了你的面前。不过，这苏夫人的绣工的确了得，可惜被大人丢在了树上。哎，苏大人，你看这上面还有生辰和年份呢，要是现在不承认的话，后面就不太好看了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需要苏大人一切按我说的做，事成之后，我会再奉上2000两黄金来感谢苏大人。哟！好了，飞快的意思是说，他亲眼看到太子密探妖女，不仅把关押妖女的狱卒都换成了东宫的人，还悄悄减少了皇宫禁卫防御。他到底要干什么啊？飞快，你给我看好，绝对不准太子离开东宫。是。至于那个妖女，她敢离开大牢半步，就杀无赦。太子舍不得杀，本宫帮他杀。殿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带人包围东宫！得罪了。皇宫主事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声东军。保证住！敌军来袭，官兵攻门！快！闪开！将军，守卫呢？啊，咱们的守卫呢？他们都出事了！杀！救出公主！东宫门！是。
飞统领，你知不知道威胁太子是死罪？殿下恕罪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都要出东宫，谁都拦不住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殿下！声东军杀过来了！报，娘娘，大事不好！声东大军已闯入皇宫。什么？娘娘，陛下他陛下怎么了？驾崩了！哎，有没有人啊？这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信使带着声东军冲进来了。小师傅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？别问这么多，跟我走就是。哎，我去找小师傅。快走！行事，若你进宫是为了救公主，我尚可以饶你一命。立刻放下武器，跪地受降。少废话，交出公主！给我让开！都让开！她就是你们要找的声东公主。快点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都让开！殿下，小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许伤害他！他要置你于死地，你还在这护着他？他没有。发生了何事？丧钟是皇上。父皇。小师傅小心！退下，退下，都给我退下！你们连我的话也不听吗？退下！妖女受死！保护公主！小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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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小师傅你怎么样了？小师傅你怎么样了？太医，怎么样？太医，殿下，殿下。小师傅，救命啊！林霄，住手！林霄，林霄，我操！林霄，林霄！
你要杀便杀，不用可怜我。公子不必一直仇视我，如今有这样的局面，还多亏了公子相助。小师傅，太子，其实我一早就计划要接公主出宫，多亏了公子在大殿上与太子相对峙，揭开了公主的真实身份，我才破釜沉舟，召集旧部入宫救人。多亏了公子，不然兴氏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。事到如今，及羲气数已尽，公子应该趁早往前看才好。太医，什么时候来？太医，小师傅，你醒醒！你是说，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？灭国预言中的声东公主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她就是丞相之女梅玉善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阻止他们在一起，是害怕预言成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从小就立誓，要为太子破除灭国预言。没想到，最后的罪魁祸首，竟是我自己。竟是我自己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娘，你快跟我走吧。太子人呢？回娘娘的话，殿下身受重伤，被抓进大牢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上宫必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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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去，老实点！上宫必胜！上宫必胜！别乱动！上宫必胜！上宫必胜！你刚刚是谁？你看，上宫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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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是武将苏生海吗？他怎么没被抓呀？上宫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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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啊！多谢。殿下，殿下，你这伤肯定很疼吧？奴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是您固执造成的？不是的，殿下，您可千万别这么想。奴才做了点粥，您趁热喝点啊。殿下，您这样下去，身体会靠不住的。梅姑娘，就是小豆子，小豆子她也被软禁起来了。她向兴氏求情，
奴才这才有机会进来照顾你。您不吃也不喝，可就浪费了小豆子一片苦心啊，殿下。您就当为了小豆子吃点吧。殿下，您要振作起来。殿下，殿下。对了，殿下，这个是娘娘托奴才给您带来的。擒贼斩巢穴，众臣皆被遣散抄家，本宫也被软禁。虽然宫内形势严峻，但宫外仍有大批兵力，随时等待您的召唤。本宫望你保重身体，等待时机。殿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的。探视时间已到，快出来！哎，殿下，为了吉西，也为了小豆子，您要振作起来。快点儿！我来。把这个拿过来。好。往左边一点。我来帮你。快点，快点。慢点。王妃。王妃。前些日子还跟咱们一样呢，今儿个摇身一变就是丞相千金了。哎呀，别酸了，人家本来就是丞相千金。走，还有那边。那边你也拿过来。好，你拿着。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小豆子。小豆子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我听他们说你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再怎么伤心，也要保重身体啊。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，现在假惺惺的来关心我干什么？你早就跟星氏串通好了吧？你若是不知道，那么着急走干什么？我跟星氏并无串通。他所做之事，我毫不知情。难道星氏没告诉过你他要攻打皇宫？那你那么着急跑出去干什么？我若知道，定会劝阻他。他只说要救你出宫，难道我不让他来救吗？我跟你一样蒙在鼓里。什么蒙在鼓里、蒙在锣里的？我看你就是被星氏那块大猪油蒙了心。他提前接你出去，肯定是提前计划好了。你要是不知道，你那么着急出去干什么？还是说，你就是胆小怕事，所以提前跑了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算了，反正你现在也恢复了身份，还有星氏罩着你呢，你可以大摇大摆的在这皇宫里横着走了。只是可怜了我的小师傅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还要被关进大牢里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肯定有办法救太子。我这就去求星氏。你以为你求他，他就能放了太子？啊，还是说，你今天来就是跟我炫耀，你如今一句话就能救太子？我梅玉善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不想看到太子受伤，也不想看到你难过，可你万不该将星氏所为归在我的身上。等一下，
你我之间不必过多解释，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，不会跟你置气。我是想跟你说，若是太子有什么意外，兴氏就是我的敌人，到时候你也是我的敌人。这些日子，我日日替你担心，事事替你考虑，可你从未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过。都杵在这里干嘛？公主她不让我们进去。下去吧。是。出去！你什么时候放我小师傅出来？公主仁慈是好事，但是对敌人仁慈，大可不必。伤害我小师傅的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他为了保护我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却把他关进去。你现在立刻给我解禁，我现在就要去见他。声东的所有部下都一致认为要处死南宫耀，正是因为他没有为难公主，我才饶了他一命。你若是还是冥顽不灵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他们算哪根葱啊？我小师傅是吃他一口饭了，还是喝他一口水了？他们说处死就处死。公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南宫耀是敌国太子，和你有不可泯灭的国家仇恨。你以为我要是不关他，你们就能待在一起吗？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闭嘴！声东是他爷爷灭的，关我小师傅什么事儿？你有本事把他爷爷从棺材里拉出来，再打一架呀！你自以为复了国仇，其实你骨子里就是个冷血的杀人狂。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和他爷爷有什么区别？我有我的使命，你也一样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献给公主。来人！这是你的母亲，厉皇后。当年厉皇后惨死的时候，你年纪尚小。我觉得你看到这幅画，应该能想起一二来。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难过一点？但我那时候才几个月大，我真不记得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可要不是南宫耀他爷爷之前屠杀声东子民，害得我国破家亡，公主如今会这般痛苦吗？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？声东是他爷爷灭的，跟小师傅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上两代的仇恨非要加在我们的头上吗？哦，还是你想让我把他爷爷从土里刨出来再杀一遍？我是想告诉公主，如果你执意跟他在一起，势必会让声东受到耻辱，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你以为到了九泉之下，你会让定宁王和厉皇后安心吗？哎呀，可我从小在黑犬巷长大，我跟我爹娘也不是很熟啊。那再说了，我爹娘也不是小师傅杀死的呀，谁爱笑谁笑呗。这死后的事情更不重要了，我都化成灰了，我爹娘还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啊，把我打回人间，让我继续报仇啊？可如今灭国已成定局，你们在一起能幸福吗？就算你能放下恩怨，可南宫耀已经荣华尽失，他和你在一起还甘心吗？你们还能像以前一样，他对你不计前嫌？如果你已经知道结局，你难道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哎呀，你这个人问题
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讲这么多大道理，是不是想把我绕进去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吃你这套，你就直说吧，放还是不放？如果你还是冥顽不灵，我就让你们天各一方，永世不能再相见。从此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最讨厌看见你这副什么都能忍的样子。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吗？现在国破家亡，难道没有一点屈辱吗？听说他们还是旧友，下手比我们还狠。这还不是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？这种落井下石的人多了。好了，行了，别看了。你的骄傲呢？你的尊严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殿下，我是假意归顺新氏，我错了，白夜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只求你站起来，太子，只要你挺过来，姬息就还有希望。只有你死了，小豆子是妖女的谣言才能坐实。现在，吉西百姓一定恨透了他，估计他下半生都要被人戳着脊梁骨度过了。姑娘找大人何事啊？带奴才前去通报一下。姑娘，姑娘，这，姑娘，你这让开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如今见你都要通报了，看来身份确实不同了。我们坐下说吧。不必了，我是来问太子一事，是你下令要流放太子？没有斩立决，流放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。说是留他性命，可谁都知道没有人能在那条路上活下来。况且他现在有伤，这跟杀了他有什么区别？你自打入宫以来，我每天都过来看你，你却对我视而不见。如今你好不容易主动来看我，竟然是为了太子来求情。我不懂，如今小豆子已经安全了，你为何还要这样对太子？你觉得我放了他，他能饶得过我吗？你不想让他死，难道就想让我死吗？你如今为了一个阶下囚对我这般冷漠，
当真我在你心里就没有任何位置吗？当初你跟我说是为了救小豆子出宫，结果却灭西复东。我不懂为何。我那天是要救公主，但那天情况非常复杂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顺应天意了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事情也有好的一个方面，最起码我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藏着掖着了呀。我宁愿像从前那样。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才好？把这一切全部还给吉禧太子吗？让所有士兵跟着我一起下狱，然后沦为阶下囚，被当众斩首吗？我本来以为你可以理解我，没想到你跟别人都一样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国家，我又有何错？你的家国是家国，那我的家国呢？公主，这是梅姑娘差奴婢送来的。太子将于3日之后被流放。梅。哎，公主，你怎么？走，快！走。有声。谁？南北，快走！殿下，小师傅，外面接应你们的人已经全部被我们拿下了。公主，你怎么又到这儿来？帮我把公主带回去。不许过来！你们这些21天孵不出鸡的大坏蛋，石头里不生鸡的大坏蛋！先生，你这狗贼，你要杀就杀，还废什么话呢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你要杀就杀我，你要流放他，就连我一起流放。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？那种苦寒之地，3天都待不了。我大不了我吃胖点呗，我挖草根，我扒树皮，我走着我偷蚂蚁的过冬粮，我也不需要你操心。你真的要因为他而犯私通之罪吗？反正我已经是太子妃了，你要毁了他，你就连我一起灭了。别威胁我！你要是敢逆天而为，我马上下令把他凌迟处死。把公主给我带回去！是。我不。是你回眸的惊鸿，定格前世的微风。你轻声叫醒我未完的梦，家国情话难写。与你宿命的相逢，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，相
想再多一些，多一些，爱才更真切，更真切。你我各自一半，凑成年年月月，陪伴着我看遍世界，同行在繁华的长街，欣赏你温暖臂弯处倾斜。我们都是彼此天边失而复得的志愿，难解难分若是缘，就让我再盼一遍。我们都是被误会的人，却心甘情愿，勇敢的登场，莫问去何